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建立了什叶派神权政权，从此对以色列恨之入骨，公开把以色列骂作中东毒瘤。伊朗新政权为了领袖穆斯林世界，开始大力支持巴勒斯坦等反以事业，誓言要消灭以色列。自此，伊朗和以色列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伊朗扶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对抗以色列，以色列则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多年来通过暗杀伊朗核科学家、网络攻击核设施、轰炸伊朗在叙利亚的基地等方式敲打伊朗。双方明里没有直接开战，但暗战不断。这次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可以说是40多年来积怨的一次总爆发。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再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矛盾。简单来说，逊尼和什叶两个教派自古就分歧严重，各自认同不同的宗教领袖，积怨已久。到了现代，中东很多冲突都和教派有关。伊朗是当今什叶派领袖，沙特等逊尼强国则自认守护正统。80年代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逊尼政权对抗伊朗，几乎整个阿拉伯逊尼世界都站在伊拉克一边，支持围堵伊朗。这场两伊战争成为双方公开撕破脸的转折点。那场战争打了8年，死伤惨重，伊朗从此对阿拉伯邻国极度戒备。此后，中东形成了以沙特为首的逊尼阵营对抗以伊朗为首的什叶阵营的格局。双方在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地通过代理人持续较量，你争我夺。由此可见，穆斯林世界其实并不团结。所谓全体穆斯林一致对外，往往只是口号，真到关键时刻，各教派、各民族还是各顾各的利益。阿拉伯国家长期敌视以色列，却更提防伊朗做大。毕竟那意味着什叶派压过逊尼派，在很多逊尼国家看来，伊朗被教训未必是坏事。谁让你老想称王称霸？换句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只要能遏制伊朗的扩张，哪怕暂时和以色列目标一致，也可以接受。理解了上面的历史恩怨，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当下，看看中东各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术。在以色列和伊朗大打出手时，中东各国纷纷谨慎站位，其实是在两大阵营间走钢丝。一边是美国、以色列同盟，另一边是伊朗这个区域强国，谁都不想两头得罪，所以小心翼翼玩起了平衡外交。先说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哥沙特阿拉伯。沙特和伊朗是一对老冤家，一个逊尼，一个什叶，又同是产油大国，地缘政治上处处竞争。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战事发生前不久，沙特和伊朗刚在中国斡旋下恢复了外交关系，貌似要言归于好。这让沙特处境更加微妙，他既不想让刚刚修好的伊朗关系毁于一旦，又绝不会放弃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暗中合作。于是沙特的表现是高喊和平。沙特外交部谴责以色列的袭击粗暴违法，呼吁停火云云。但与此同时，沙特并没有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实质措施，例如不可能取消和美国的军购合同，更不会争取支援伊朗。有传言猜测，以色列战机可能曾飞越沙特或临近空域发动打击，沙特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无法证实，但至少沙特没有拦阻行为，可见沙特心中仍把伊朗当主要对手，对以色列的行动并非完全排斥。再看海湾其他盟友，阿联酋和巴林和以色列关系好，是少数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他们的策略是外交平衡木走到极致。一方面，他们面临伊朗的近在咫尺威胁，希望以色列和美国能遏制伊朗；另一方面，
他们又担心伊朗报复波及自己，比如伊朗导弹可不长眼，所以阿联酋巴林在此次事件中既表态谴责战争，支持和平，又迅速与伊朗沟通，确保不要产生误会，生怕伊朗迁怒于他们。阿联酋甚至一度召见以色列大使表示不满，但同时没有中断两国的任何经贸合作。典型的两边不得罪，嘴上说你的，台下做我的。像卡塔尔、阿曼这样的国家则一贯奉行中立外交，这次他们依然扮演和事佬的角色。阿曼本来就是美伊之间核谈判的中间人，这回以色列一开打，阿曼第一时间谴责并推说谈判暂停，但估计还会继续想办法让双方冷静。卡塔尔与伊朗关系尚可，也跟美国关系紧密。美国在卡塔尔有大基地，卡塔尔一直喜欢当斡旋者，估计背后也在和伊朗、美国沟通，试图降温。总之，这些小国深知自己扛不起波及，只能尽量维持中间地带，不选边站。土耳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玩家。土耳其是逊尼派大国，和伊朗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过去几年，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时冷时热，但埃尔多安政府喜欢高调维护穆斯林事业。这次以色列打伊朗，土耳其立场有点尴尬。出于宗教团结和地区领袖姿态，他必须谴责以色列，而且措辞很严厉。土耳其外交部用了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埃尔多安还可能借机向国内和伊斯兰世界展示自己反以仗义的形象。然而实际上，土耳其不会卷入战争，也不太可能真为伊朗提供什么军事支援。他更可能趁机提高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话语权，比如呼吁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紧急会议之类，以显示我是老大哥在主持公道。但真要对抗以色列，土耳其还没有那个打算。毕竟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和美国、欧洲还有一系列利益纠葛，不会因为伊朗去牺牲这些关系。埃及、约旦这些与以色列和美国都友好的国家则更是低调处理。他们既不希望伊朗势力做大，也不希望战争殃及自己。他们的策略就是外交场合谴责以色列两句，表示担忧，然后就此打住。尤其约旦还得提防以色列别拿巴勒斯坦问题做文章，所以不愿惹怒以色列太过。埃及则远在北非东端，更没有插手的兴趣。再提一下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拉克现政府与伊朗渊源很深，伊朗遭袭，伊拉克当然表达强烈谴责和支持伊朗立场。然而伊拉克自身难保，国内派系林立，美军也有存在，他不可能替伊朗出头打击以色列，顶多就是在联合国替伊朗说话罢了。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是伊朗的亲密盟友，按理最痛恨以色列，但叙利亚内战刚缓和，国内满目疮痍，无力再参和新战事。以色列也警告过叙利亚不要动手，所以叙利亚目前只是口头声援伊朗，没有进一步动作。这样看来，中东各国都在算计着各自的利益账，谁也不想为了伊朗去和美国、以色列正面冲突，但也都不愿意伊朗彻底垮台，导致地区失衡。所以他们选择一种暧昧的平衡，既不让伊朗失望透顶，又不激怒美国和以色列。这就出现了当前大家口头谴责，实际按兵不动的局面。对他们来说，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聊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穆斯林世界在宗教感情上强调合一和兄弟情，但在政治现实中却各扫门前雪，分崩离析。这次以色列打击伊朗事件，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暴露无遗。从宗教上讲，全体穆斯林本应是一体。所谓穆斯林兄弟情谊强调，无论种族、语言、信仰真主的人都是一家人。
当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拉伯哈里发都尝试号召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对抗外敌，包括曾经的欧洲殖民者、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等。在民间，普通穆斯林往往也对异教国家侵害穆斯林土地愤慨不已。因此，按这种宗教共识来看，以色列攻击伊朗绝对应该引发穆斯林世界同仇敌忾，一起声援伊朗抗击异教侵略。但政治现实却复杂得多，各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政权和国家利益，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宗教大业。尤其当今穆斯林国家版图广阔，从摩洛哥到印尼，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要想为一个共同的信仰目标行动一致，根本不切实际。更何况穆斯林世界自己内部就有局域，正如前面分析的逊尼、什叶、阿拉伯、非阿拉伯、君主国、革命国等等。所以每当出现类似冲突时，大家表面上喊着宗教口号，私底下还是按各自算盘办事。这种矛盾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伊斯兰会议组织呼吁圣战，各国也有支持阿富汗抵抗的。可实际上很多穆斯林国家还是隔岸观火，让美国和巴基斯坦为主付出资源。再比如巴勒斯坦问题，大伙都声援，但真出力的没几个，多数只是道义支持。而这次伊朗挨打更是典型，伊朗政权自己平时也没少得罪别的穆斯林国家，如干涉阿拉伯事务，宣扬自己的革命理念。所以当他成了受害者，别的穆斯林政府不见得真心同情。另外，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政权性质也影响了他们的立场，很多是君主制或威权政府，他们对伊斯兰革命这种东西其实警惕得很。当年伊朗鼓动什叶派群众闹革命，沙特和埃及这些政府可吓坏了，这种心理阴影至今未散。因此，在他们眼里，伊朗虽然是伊斯兰国家，却并非自己人，反而可能是煽动宗教极端的麻烦源。他们更愿意和美国这样的非穆斯林强国结盟，也不愿见伊朗做大。说到底，保住王权或政权稳固远比宗教兄弟情重要得多。这就出现了宗教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反差。场面话人人会说，但真碰到要选择时，政治利益为先。当然，这并不是说穆斯林民众就完全没有愤慨，或者宗教感情就很淡漠，只是如今的信息环境下，各国政府可以掌控舆论，不让情绪发酵。另外，伊朗政权在很多阿拉伯人心目中也算不上什么好兄弟，毕竟宗教共识也分层次，逊尼派可能觉得什叶派异端，反之亦然。更尴尬的是，伊朗高举反以抗美的旗帜几十年，但许多阿拉伯人认为伊朗是借打着反以的旗号扩张影响而已，并不是真心为了巴勒斯坦。所以在情感上，他们未必把伊朗遭袭当作整个伊斯兰世界受辱那么看待。一句话，政治现实击败宗教共识，每个穆斯林国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伊斯兰世界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铁板一块，以色列正是深谙此道，所以才敢断定攻击伊朗不会引来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联合反击。事实证明，他赌对了，多数国家只是口头上骂了几句，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最后，我们不能忽视幕后的大国和其他相关玩家。中东历来是大国角力的舞台，这次以色列打伊朗，从准备到后续，许多国家都在明里暗里推波助澜，或从中斡旋。首先，美国在背后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没有美国的支持默许，以色列不可能如此大胆行动。美国总统公开力挺以色列，还放狠话警告伊朗不得反抗，否则将面临更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源源不断提供武器和情报，为以色列壮胆撑腰。可以说，美国不仅是支持者，更是幕后推手，希望借以色列之手削弱伊朗的核能力，迫使伊朗屈服于西方的要求。其次，俄罗斯和中国也在暗中注视着局势。俄罗斯谴责了以色列的攻击，表达深切关切，但并未采取实际行动。事实上，中东战火对俄罗斯有两面性，一方面可能推高油价，分散美国精力，令俄罗斯渔利；另一方面，若伊朗政权垮台，俄罗斯失去重要盟友，也不乐见。因此，俄罗斯暂时冷眼旁观，既不想卷入，又不愿看伊朗彻底失败，或许会暗中给予伊朗一定支持，例如武器装备或情报，但避免直接与以色列对抗。中国方面则刚刚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十分担忧。中国外交部严厉谴责以色列侵犯伊朗主权，呼吁各方立即停火克制。中方不希望中东局势失控，影响自身能源安全和一带一路利益，所以积极通过联合国等渠道劝和促谈，力图充当灭火队，避免战争进一步扩大。在此，欧洲国家大多扮演劝和的角色，德国、法国、英国等对以伊冲突升级表示忧虑，呼吁双方保持克制，重回谈判桌。欧洲领导人虽然理解以色列不愿伊朗拥核的顾虑，但也反对这种单边动武破坏稳定。由于欧洲自身影响有限，他们主要采取外交斡旋、人道援助等方式，试图降温，并加强本国安保防范局势外溢。此外，一些地区国家也在幕后左右着战局走向。比如，有传言指出，以色列的近邻阿塞拜疆可能为此次空袭提供了便利，如开放领空或基地。因为阿塞拜疆与伊朗关系紧张，且和以色列交好，但这些协助都是暗中进行。表面上阿塞拜疆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伊朗的其他盟友如叙利亚、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在观望。叙利亚谴责以色列，但国力有限，无力援助；真主党则暂时没有直接出手，只是口头声援。因为黎巴嫩国内形势复杂，不敢轻启战端。至于伊斯兰合作组织等穆斯林多边机构，也不过发表声明谴责，却无法改变各成员国各行其事的现实。综上所述，这场以色列打击伊朗的风波，其实不仅仅是两国仇怨的爆发，更是整个中东多年来复杂矛盾的一次总展现。穆斯林世界的沉默背后，有历史的伤痕，有宗教的裂痕，有利益的算计，也有大国的操弄。装聋作哑未必是真聋真哑，而是各有盘算，不便出声。就像一出大戏，台上以色列和伊朗你来我往，台下观众席的各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各怀心思，或冷眼旁观，或暗示鼓掌，却没人愿意贸然上台帮忙。这场冲突会如何收场？穆斯林世界会继续各过各的日子吗？还是说，伊朗会设法团结伊斯兰国家，一起对抗以色列和支持他的势力？目前来看，希望不大。正如我们剖析的，当宗教理想碰撞政治现实，后者往往占上风。除非以色列的行为直接威胁到那些穆斯林国家自身利益，否则他们大概率还是会选择按兵不动，口头上义愤填膺，实际上一动不动。话说回来，中东的故事从不缺反转和续集。也许某天局势变化，当各方利益重新调整，昔日的沉默者也可能发出声音。但是至少在这一次，我们见证了所谓全体穆斯林的分裂与无奈。表面团结的面纱揭开，里面是一个个各怀心事的政治玩家。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切或许显得有些讽刺，但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宗教和血脉可以喊得震天响，最终落在行动上，依然是利益二字在主导。